大家好，我是鬼叔。幽灵饭店夜半出餐，只售死人饭，不售活人。塔底频频传出了诡异声响，还有鬼影重重。今天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滨州的一家饭馆里，其离奇程度堪比香港茶餐厅闹鬼事件。滨州地处黄土高原南部，金河蜿蜒流过。早在石器时代，滨州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，滨州曾是周秦等朝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夏氏属雍州，是《诗经》15国风滨风的产地。周朝时，滨国国都设在此地，西魏时又在此设置了滨州。唐开元年间改称滨州。滨州有塔，名为滨塔，又称开元寺塔。这座楼阁式的砖塔，塔高46.94米，塔底宽度14.04米，塔体呈八角形，7层中空，每层有4孔拱状门洞，与长方形的甲门相间，逐层变换方位。据明清《滨州志》记载，滨塔是建于唐贞观初年，并建有开元寺，但根据塔的形制及建筑风格，确认该塔应为北宋时期的建筑。在1985年维修滨塔时，学者发现塔莲华座上注有大宋皇佑5年岁次癸巳秋8月14日见谨记的字样，得出了是宋塔的结论。另一种说法认为，滨塔本来是始建于唐代，只是到了宋代重建。还有传该塔的地宫内藏有大量的佛教珍贵文物。更有传言说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滨塔的周围总会传出令人不安的声响，还有那飘忽不定的鬼影。传闻在20几年前，有当地的居民在接近塔身时，听到了阵阵低沉的回响，仿佛是从塔底深处传来的，又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。这些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阵的寒意。该居民壮着胆子继续地前进。当他来到塔的入口时，发现原本封闭的门竟然微微地开着。好奇心驱使之下，他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走进了这座古老的建筑。可就在他到达第2层时，突然感到有一股冷风吹过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掠过他的肩膀。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模糊的黑影在黑暗中一闪而过。随着楼层的升高，那些奇怪的声音也变得更加清晰，似乎还有轻微的脚步声在耳边回荡着，仿佛有人正在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。他顿时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，转身逃出了塔外。不过传说终归是传说，不足为惧。2015年4月的一天，距离滨塔古塔不远处的药材公司院内，一家名为川香食府的饭店开业了。操着外地口音的老板、大堂经理、厨师、采购员每天都各司其职，在当地雇佣的服务员呢，也是忙着上菜招呼客人。然而关于这家餐馆，在当地流传着一个诡异的都市传说，称它为闹鬼的幽灵饭店。自开业以来，餐馆的生意一直低迷，白天几乎是无人问津，似乎成了一个亏本的买卖。但每晚的10点，采购员都会准时的开门。据说这是为了准备所谓的死人饭，而非供活人享用。深夜，餐馆的大门敞开着，迎接着某些东西，而到了午夜时分，这些存在才会出现，并享用这些食物。附近的居民声称，到了夜间，总能隐约地听到在餐馆内传出的喧嚣声，而凌晨的4点，餐馆的工作人员又是匆忙离去，行为显得是极为诡异。这事儿邪门之极。2017年底，警方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举报线索：滨州市开元广场的滨塔地宫被盗了。警方先是觉得不可思议，现如今的滨塔周围的地面已不再是黄土地了，已经实现了全面的硬化，四周呢又是各种的部门单位，这眼皮子底下任何试图挖掘的行为都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但
药材公司的院落却引起了警方的兴趣。在那儿有很多出租给了小商贩的店面，提及冰塔地宫被盗亦有迹可循。早在2001年发生的一起事件让调查人员印象深刻。当时有人以制作洗衣粉为幌子，在附近租房，最终被发现是一伙盗墓贼，差点就破坏了冰塔的地宫。警方随即对川湘石府的原址展开了详细的搜索。很快，在靠近洗手间的地方发现了异常，一条部分填充过的地下通道重见天日。果然是障眼法。警方顺藤摸瓜，查到了这群摸金校尉。这些犯罪分子不仅装备精良，而且在考古知识方面也毫不逊色。主犯魏某的家中堆满了各种考古文献和古塔的资料。此外，警方还发现了几本详尽记录着各地历史、地理和风俗的盗墓笔记，内页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地的墓葬形式、殡葬习惯。随着魏某及其同伙的落网，警方意识到这些盗墓团伙已经形成了高度组织化和技术化的特征，可能有更多的历史遗迹已经遭到破坏。调查发现，魏某自14岁开始从事盗墓活动，尽管曾因此坐牢，但他出狱后仍不改初衷，继续策划了新的盗墓行动。通过在不同地点的租屋开店、开幽灵饭店作为掩护，这个团伙在几年间盗掘了多座古塔的地宫。2001年，他首次策划对冰塔下手，没想到初次与师傅的合作即遭到了群众的举报，导致计划失败。他也因此被判入狱14年。他师傅则在再次作案时死于盗洞塌方。2011年出狱以后，还带领一些人四处的寻找古迹进行实战演练。2011年的7、8月，位于兴平市的一座唐代古塔侵犯寺塔成为了他的目标。他与女友赵某以做生意为掩护，在距离古塔不远处租了一间民房，白天正常营业，可到了夜晚则召集几名同伙轮流的挖掘地道，历时4个多月，最终打通了地道，并盗取了地宫中的多件文物。这批文物以60万元的价格售出。这次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古塔盗窃团伙的信心。魏某身边迅速聚集了一群由前狱友和同乡组成的成员，每次行动时，前期的挖掘工作都由这些成员负责，而魏某则在最后分赃时才现身。据统计，该团伙采用类似的模式，在目标附近租赁房屋开设幽灵饭店，趁夜深人静之时挖掘地道，先后盗掘了咸阳兴平侵犯寺塔、渭南蒲城会撤寺塔、宝鸡岐山太平寺塔、咸阳玄义泰塔、山西代县阿育王塔及咸阳滨州开元寺塔在内的6座古塔地宫。此外，2016年至2017年底，他们还对山西省运城的东郭西州古墓葬群进行了盗掘。2015年时，魏某接受参管，并雇佣了10几名的员工，白天正常的经营，夜晚则开始秘密的挖掘。盗得的文物以580万元的价格卖出。之后，他将参管转手，离开了滨州，在家乡购置了土地，建起了别墅，成立了公司，改头换面。这么说来，回到故事的开头，当初流传的几个恐怖都市传说和见鬼传闻，其实并非是空穴来风，相反，则很可能是路人撞见的盗墓贼行掩人耳目之手段。所谓离奇之事，不过是在层层利益掩盖下的隐秘罢了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仅2011年出狱后盗卖的95件文物，非法所得即达到了1156万元人民币，而后续文物的流转情况，他则一概的不闻不问。其中，冰塔地宫被盗的一套文物，在多次的转手之后，最终以2300万元的价格被杭州的一位商人购得。2018年10月13日，冰塔文物买主从日本回国自首，冰塔文物悉数追回。然而，更多的国宝还漂泊在外，等待回家的那一天。好了，
本期结束，下期不见不散。